你在这儿擀的是幸运皮儿，你包的呢是健康馅儿，我捏的呀是幸福者。沈浩明刚刚在商战中大获全胜，却被告知自己养育多年的儿子竟然不是亲生的。故事要从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说起。徐明成假惺惺地来到病房探望，实则是在昏迷的老董事长面前耀武扬威。他得意地诉说着自己的计谋，嘲讽沈家父子摔得头破血流。他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，即将成为集团的新主人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切都只是沈家父子演给他看的一出好戏。就在徐明成转身离开的瞬间，一直昏迷不醒的老董事长竟猛地坐了起来，眼神中哪有半分病态，全是运筹帷幄的精明。原来所谓的脑溢血、植物人，全是他和儿子沈浩明为了引蛇出洞，联合另一位商界大佬黄总设下的局。他们以身入局，假装败落，就是为了让徐明成放松警惕，主动露出马脚。很快，徐明成因涉嫌巨额商业犯罪被正式批捕。这场惊心动魄的商战以沈浩明的险胜告终。然而，商场上的硝烟刚刚散去，家庭的风暴却骤然降临。就在沈浩明和妻子许妍庆祝胜利之时，一个叫方磊的女人带来了毁灭性的消息。她拿出一份亲子鉴定报告，残忍地告诉沈浩明，他是若珍宝的儿子陈晨，和他没有半点血缘关系。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，让沈浩明瞬间崩溃。更令人发指的是，方磊亲口承认，这场长达数年的骗局完全是他一手策划。当年，他的姐姐与沈浩明分手后，不确定腹中孩子的生父是谁，而一直暗恋沈浩明的方磊，为了能将这个男人永远捆绑在自己身边，竟丧心病狂地伪造了一份假的亲子鉴定报告，偷梁换柱，让沈浩明误以为陈晨是自己的亲骨肉。他以为只要有这个孩子在，他和沈浩明就永远无法割舍，甚至能顺理成章地走到一起。这个自私到极致的阴谋，不仅欺骗了沈浩明，更是将无辜的孩子当成了筹码。面对痛哭流涕、忏悔不已的方磊，沈浩明和妻子许妍在短暂的震惊和痛苦后，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决定。许妍愤怒地斥责方磊的自私与歹毒，而沈浩明把亲子报告撕得粉碎，郑重宣布，无论有没有血缘关系，陈晨永远是他的儿子，这个家永远是陈晨的家，爱远比血缘更重要。虽然家庭的风波暂时平息，但沈浩明的事业却面临新的挑战。他必须向董事会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才能重返金达集团，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他盯上了炙手可热的北外川钻石地块，决心放手一搏。然而，他提交的开发方案却因中规中矩，欠缺亮点而被董事会无情驳回。就在沈浩明一筹莫展之际，他的天才妻子许妍成了他的破局关键。许妍是国风潮牌研一方的创始人，对市场和文化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。他从自己的成功经验出发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方案的问题，并为沈浩明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思路。沈浩明茅塞顿开，当即决定聘请妻子担任项目的共同策划人。在决定命运的董事会上，夫妻二人联袂登场。许妍作为特聘艺术总监，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前瞻性的商业眼光，提出了一个震撼全场的构想，打造一个非遗文化生态园。他计划将项目地块变成一个汇集苏绣、云锦、紫砂、汝瓷等国风非遗品牌的殿堂，让传统匠人在这里生活、创作、传承，形成一个既有文化价值又有经济效益的正向循环。这个方案不仅充满了文化自信和民族荣誉感，更展现了巨大的商业潜力。为了打消董事们的顾虑，沈浩明更是以自家全部资产作为劣后资金，承诺金达的投资将作为优先资金，优先获取收益，将投资风险降到最低。这份魄力和担当彻底征服了所有董事。最终，在激烈的竞拍中，沈浩明的公司成功拿下地块。在随后的董事会上，凭借此次力挽狂澜的卓越表现，沈浩明全票通过，正式升任为金达集团总裁，与父亲一起重掌大权。从身败名裂到重回巅峰，从喜当爹的骗局到收获真正的家人，沈浩明用实力和担当证明了，只要夫妻同心，就没有跨不过的坎。他和许妍不仅守护了家庭的完整，更联手开启了一个属于他们的商业帝国。